真家伙要来了吗？又一款轰20模型曝光，关岛和航母都是目标。大家好，我是薛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轰20真的要来了吗？和美国的 B2相比，轰20有哪些特点呢？关岛和美国航母都将成为轰20首要针对的目标。说起轰20，可能是现在中国居民心中最期待的新型战机了。毕竟歼20已经是老朋友了，运20的新鲜劲儿也已经过去了，轰20就成了最期待的机型了。这不，最近网络上又出现了一款轰炸机的模型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轰20的模型，因为从外形来判断，这不是一款无人机，而是有人飞机，而且非常像飞翼布局的隐形轰炸机。当然，也有人说了，一款模型代表不了什么，很可能是捕风捉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款模型的照片又出现了，这次不是赠送品的航母，而是实打实的风洞模型。这就一下子把军迷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。风洞模型意味着什么呢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当初官媒曝光轰20的一些猜想图片时，很多人都认为轰20最有可能是一款中国版的 B2。这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在国庆阅兵上展示的攻击11无人机，就是一款完全的飞翼设计的隐形无人攻击机。这显示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飞翼飞行器的设计。但从现在曝光的这两款模型来看，轰20与正统的飞翼式设计还是有一定的区别。首先，轰20的机翼似乎是完全独立于机身的，而且有明显的尾翼设计，不是通常的飞翼飞行器的无尾设计。B2那种纯粹的飞翼设计，虽然隐身没得挑，但飞行性能不算理想。而中国的设计师显然想要赋予轰20更好的飞行能力，甚至是超音速飞行能力，这也符合中国空军未来对轰炸机的需求。从模型判断真机，在各国都有先例的，在中国也有。歼10最早曝光的模型基本上都出现在航空杂志中，因为当时的网络媒体还不发达。而歼20曝光的风洞模型基本上和真机差不多了。毕竟气动设计这个东西大方向定了下来，接下来就只会是小修小改了。其实我国研发的轰20是有明确目标的，这个目标和当年美国开发 B2那是完全不同的。美国开发 B2是一个要和前苏联打核战争，另一个就是要突防他国的首都，攻击对方的重要目标。而我们不是霸权国家，也不会干出那种偷袭他国首都的这种龌龊的事情。我军开发轰20确实是为了远程作战，但目的是为了阻止妄图干涉我国外来势力，目标主要是对方的军事基地和重要军事目标。我们也不用藏着掖着，现在逼到我们这么做的无非就是美国，而美国想要借助岛链上的基地和航母来干涉中国，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以往我们只能依靠火箭军的导弹才能威慑到对手，有了轰20，我们就有了另一种远程威慑对手的武器。退一万步讲，轰6那么老了，咱们总得有个新家伙了。轰20服役后，美国航母躲得再远也没有用，轰20加上加油机，我们完全可以在远海击退任何来犯之敌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